的，那在这个 connector 的部分，我们有底下这一些的参数可以调整。好，首先是这个25mm 的部分，这个影响的是 connector 它的长度，比如说我改成40，好 ，connector 就会变得比较长。好，那这个12的话是它的粗细，比如说我改成25，它就会变得很胖。OK， 那底下这个10mm 的部分，它影响的是 rib size， 也就是我们的肋板的大小。好，比如说我把它改成20，它中间的这个肋板就会变得比较大。好，这样子。那在我们的骨架跟底板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有比较多的设定值。那它里面的话，其实主要的变化是这一个。好，它这个是影响的是长度。好，它上面这个 arm size 的话，影响的就是这个 frame arm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当然就是它的长度。好，从90mm 一直到303mm。好，比如说我今天我需要一个，比如说150的，好了，好，那里面没有，可以直接在这边新增一个150的。好，那我就把这个改成150。那我就会有一个150的设定。那我可以用在这边按右键选择 Switch to 的方式，好，来套用这个设定。好，或者是我要做雷射切割的话，我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好来绘出这个sketch 这个草图。其他这两个设定的话，其实是配合前面的，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方式可以在两个 Part Studio 之间去连接他们的 configuration。好，所以我只好说，那我就在同一个参数下建立 configuration。那如果我在前面 connector 这边，我的长度不是25，比如说可能是30，好，那我的胖瘦可能是比如说20，那我后面这边就必须要套用一样的设定，要30、20，好，底下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地方就必须要配合上面的这个12的部分改成20，好 ，OK。那底下这个的话，影响的就是底板的 floor 的 size。好，那它的话很简单，就是一个长一个宽。好，目前都是120，我新增一个150。好，那我就可以有一个120乘120跟一个120乘150的两种的尺寸。好，那在我们的 assembly 里面做套用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。我如果希望它高一点，我可以选取这边的这些柱子。好，我把这些影响高度的柱子全部都选取了之后，我按右键，然后 Change Configuration。那在这边我就可以从我刚才设定好的 configuration 里面去做选择，180好了，好，180之后按这个 generate， 它就会好套用180的设定，然后展高 ，OK。那比如说我希望它宽一点，那我可以选取它之后，好，这个地板不要，把这个 front floor 拿掉。对这些的柱子的部分，我一样 change configuration， 然后我比如说把它改成我们刚才新增的150，一样 generate， 它就会变长。那因为之前有一些的 Festimate 是坐在这个底板上的，好，所以在底板没有动的情况下，它的柱子就凸出来了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底板也放大，好，一样 change configuration， 然后把它改成120乘150的设定。好，那这样子就整齐了。那最后就是 Onshape 它这边有一个功能是可以产生一个材料清单。好，你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起来，它各式各样的材料分别使用了几个，它就会告诉你。好，不过这个 description 是要自己输入上去的，这个是之前我已经有输入的。那像我们刚才重新新增的150乘120的底板，还有150mm 的 arm 都没有在这个里面出现过，所以它就是空白的。好，那这边就可以自己去输入，比如说120、150的底板跟150的 arm。那这个也方便说到时候在做3D列印或者是雷射切割的时候，可以知道需要的数量。